我妈喜欢接济小舅，小舅买房给她首付35万，小舅做生意借她18万，小舅孩子上学给她10万，并且从没要过1分钱回来。她总说我是做大姐的，这是应该的。我们一家3口全靠我爸每月3000块的工资过活，直到那天我家里的碗摔得只剩2个破的。我爸问我妈要12块钱买3个新碗，我妈说没有。我爸没说话，直接走到厨房，把仅剩的2个碗也摔了。我们离婚吧！我妈暴怒，你疯了吗？就为了12块钱离婚？我爸没理她，只是转身看向我。儿子，你跟谁？他以为我会选他，但我接下来的话却让2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因为我说我谁都不跟。什么叫谁都不跟？你是我儿子，你不跟我跟谁？我爸的脸色也变了。儿子，你在说什么？爸这么多年……我直接打断他，从包里掏出一个红本本摔在茶几上。因为我已经结婚了，入赘。我妈愣了几秒，疯了似的怒吼：你疯了！你一个 Q 大高材生，跑去做上门女婿，你丢不丢脸？我冷笑一声：没你丢脸。我妈一巴掌拍在桌上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的？我声音一冷：养我？妈，我问你，你给过我1分钱吗？她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了。我继续说：高1那年，学校要交资料费500块，您说没钱，是我爸从同事那儿借的。高2分班，重点班要额外交辅导费800，您还是说没钱，我爸把过年的新衣服钱省下来给我交的。而那时候，您刚给小舅的火锅店投了10万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个月您拿了双200块的耐克鞋给我，说是小舅送的。我妈的脸涨得通红。高3那年，我发高烧，您记得吗？烧到39度5，我爸要带我去医院，您说小诊所就行，省点钱，结果拖成了肺炎，住院花了1万多，我爸拿不出这笔钱，跪着求您。您知道您说什么吗？我妈咽了口唾沫。您说找您弟弟借，小舅当时开口就要利息，1个月500，我爸还了整整2年。客厅里安静的可怕，我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，这是我高考成绩单，总分687，全省第3，学校给了10万块奖学金，您还记得吗？我妈眼神闪烁。您说要帮我存起来，以后上大学用，结果我上大学的学费、生活费全是助学贷款，和我爸东拼西凑的，那10万块去哪儿了？那是那年小舅的火锅店扩张差钱，10万块一分不少，你全给他了。我爸忽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抱头痛哭。我过去轻轻拍着他的背：爸，你别哭了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红肿。儿子，爸没用，爸对不起你。你没对不起我，从来没有。对不起我的是他。我看向我妈，您知道我为什么入赘吗？她没说话，但眼神里已经有了慌乱。因为我连结婚的资本都没有，我没有房，没有车，没有存款。我一个 Q 大毕业的研究生，在沪市连1平米房子都买不起。乔乔跟我求婚时，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认真的。他不要彩礼，不要房车，只要我同意入赘，我答应了。我妈瞪大了眼睛：你为了钱？我嗤笑一声：对，更因为我在这个家里看不到未来，我不想像爸一样被吸血一辈子。这话就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我妈的心脏。我爸擦了擦眼泪：儿子，你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半年前。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爸，我告诉你们，然后呢？让妈去找乔乔要嫁妆，还是让小舅一家来打秋风？我爸身体一震，他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以我妈的性格，她要是知道我娶了个有钱的媳妇，第一件事绝对是找人家要好处。小舅一家更不用说了，肯定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扑上来就狠咬一口。我的声音软了下来：爸，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是不敢，我怕你担心，更怕他们祸害我的婚姻。我爸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我妈的脸色变了几变，最后竟然露出了笑容：儿子，你有出息，你看妈就说你能娶个好媳妇。我冷冷地说：她不是你媳妇，我入赘了，改姓林，从法律上讲，我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。笑容瞬间凝固在我妈脸上。你说什么？我改姓了，现在叫林宇。我从包里掏出身份证，户口也迁到沪市了，所以你们离婚跟我没关系，我不用选边站，因为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人了。我妈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爸也愣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张身份证。儿子，你怎么能？爸，您想离婚，我支持您。您受够了这个家，受够了他，我理解，但我不会跟任何一方，因为我有自己的家了。我把身份证收起来，看了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乔乔还在等我。我妈忽然拦住我：等等，你不能走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你妈。已经不是了，我改了姓，迁了户口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事跟我无关。我妈的脸白了，我转身准备离开，我爸却拉住我：儿子，爸知道你恨我们，但你不能这样。爸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是累了，我不想再被这个家拖累，不想再看着您受委屈，也不想看着他继续作，所以我选择离开。您要离婚，我支持；您要这套房子，我也支持，但请不要再把我牵扯进来。我爸松开了手，像失去了所有力气。我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我爸瘫在地上，我妈站在原地发呆。这个我生活了24年的家，此刻显得格外陌生。我忽然想起什么。对了，明天小舅一家应该会来，您2位商量好怎么应对吧。说完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，身后传来我妈的吼声：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！我没理她，径直下了楼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接到我爸的电话：儿子，你小舅他们来了，还带着你姥姥姥爷，他们非要见你，说要跟你好好谈谈。我看了看表，下午刚好有个会被取消了。我下午过去。挂了电话后，乔乔问我：谁的电话？我爸，
小舅他们要来兴师问罪。需要我陪你去吗？我摇摇头，不用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那你小心点，如果需要帮助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认识乔乔是在一场商业论坛上，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，被导师推荐去做演讲。他坐在台下，听完我的发言后，主动要了我的联系方式。我以为他只是出于礼貌，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晚餐邀请。那顿饭吃了3个小时，越聊越投机。后来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和独立思考能力。交往3个月后，他求婚了。我知道这很唐突，但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我想跟你结婚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我实话实说，我没房没车没存款。他笑得很灿烂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只需要你这个人。可我连彩礼都给不起。那你入赘吧。我愣了很久，最后点了头。不是因为他的钱，而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逃离原生家庭的机会。下午3点，我到了家门口，还没上楼，就听到楼道里传来吵架声。推开门，只见客厅里坐满了人，姥姥、姥爷、小舅一家3口，还有二姨和她的丈夫，足足7个人，把这个不大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。看到我进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。只见小舅脸上挂着假笑：“大侄子来了，听说你结婚了，怎么不通知一声？大侄子来了，听说你结婚了，怎么不通知一声？”我没理他，而是看向我爸。我爸朝我勉强笑了笑，眼里却全是疲惫。这时姥姥忽然发难：“周宇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入赘改姓，你这是要断了周家的根。”我纠正他：“姥姥，我叫林宇，周瑜已经不存在了。”你这个逆子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我笑了：“列祖列宗，他们在世的话，可能更想问问他们的子孙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的。”小舅脸色变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从包里掏出一沓打印好的文件，一张张摆在桌上。2018年3月买房首付35万，2019年7月火锅店进货扩张18万，2020年4月火锅店装修5万，2021年9月堂弟私立学校学费10万，2022年春节家族聚会费用2万，还有零零碎碎的借款我都列出来了，总计73万。我抬头看向小舅：“小舅，这些年我妈借给你的钱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？”客厅里瞬间安静了，小舅的脸从白变红，又从红变紫。这都是家里人，哪有借什么还什么的说法？再说你妈当时也没说要还啊。没说要还，不代表不用还，这是银行转账记录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从法律上讲，这叫借贷关系。小舅疼得站起来：“难道你还能告我吗？我可是你舅舅。难道你还能告我吗？我可是你舅舅。正因为你是我舅舅，我才给你当面谈的机会，不然直接上法院，你连这个面子都没有。”小舅妈尖叫起来：“你这个白眼狼，你舅舅对你多好，你就这么对他？对我好？那您倒是说说他怎么对我好了？”小舅妈语塞了。从我记事起，每次家族聚会都是我爸在厨房忙活，我妈负责陪小舅喝酒，小舅妈你负责打麻将，姥姥负责嫌弃我爸做的菜不好吃。高中3年，我每个寒暑假都去小舅的火锅店帮忙，洗碗、端盘子、收拾桌子，一天干10几个小时。小舅，你给过我1分工资吗？小舅的脸更红了。没有，1分都没有。你说是给我锻炼的机会，说我是家里人，不用计较这些。可你找外人干活，一天工资150，我干了6个假期，按市场价算，你欠我至少2万块。堂弟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走到他面前：“志远，你上的私立高中1年学费多少？”他小声说：“3万3。3年接近10万，都是我妈出的。你知道那3年我在干什么吗？”他摇摇头：“我在做家教，1小时50块，1周做6天。因为我爸的工资要维持家用，我的生活费要自己挣。而你穿着耐克的鞋，用着苹果手机，每个月零花钱2000，过得比我好多了。”堂弟的眼圈红了。我转身看向我妈：“这些账您心里没数吗？这些账您心里没数吗？”我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老爷拿拐杖重重地敲了敲地板：“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算什么账？你妈帮衬弟弟，那是应该的。”我反问他：“那当妈的就不该照顾儿子吗？”老爷被噎住了。我又掏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我这些年获得的奖学金和奖金记录。2020年 Q 大新生奖学金10万，2021年国家奖学金8000，2022年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，奖金3万，2023年研究生奖学金3.2万，总计17万，全部打到我妈的账户上，说是帮我理财。我看向我妈：“这些钱现在在哪儿？”我妈的脸彻底白了，她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。我爸则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妈：“你连孩子的奖学金都动了？”我妈声音发颤：“我是借用一下，我打算还的。”我直接冷笑一声：“借用到小舅的火锅店里，还是借用到堂弟的学费里？”我把另一份文件拍在桌上，这是银行流水对比，每次我的奖学金到账后不到3天，你就会有一笔大额转账给小舅，时间金额一一对应。小舅的脸涨得通红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。这笔钱是学校发给我个人的，属于我的个人财产，你挪用我的个人财产，法律上叫盗窃。姥姥尖叫起来：“难道你要告你妈妈？你还是不是人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我只是在维护我的合法权益，如果他愿意还钱，我可以不追究；如果不还，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”老爷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这个畜生！”他举起拐杖就要打我，我没躲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拐杖最终没有落下来。老爷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忽然叹了口气，瘫坐到沙发上。这时二姨忽然开口：“
就算是借的，也不用还了吧？都是一家人，你妈这些年养你，这些钱就当是补偿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你妈这些年养你，这些钱就当是补偿了。我看向他，养我，二姨，您能告诉我妈这些年在我身上花过多少钱吗？二姨语塞了，我帮您算一算，从我上高中到现在，我妈给过我的钱总共不超过5000块。高中3年，学费、生活费、资料费全是我爸出的。大学4年，学费靠助学贷款，生活费靠我自己做家教。研究生2年，国家有补助，我还拿了奖学金。倒是我妈以各种名义从我这儿拿走了将近26万块。所以二姨您说到底是谁养谁？二姨的脸红了，不再说话。这时小舅忽然站起来，恼羞成怒。行，你要钱是吧？我还，我把房子卖了，把店关了，我还给你。不用这么激动，我只要属于我的那部分17万，3个月内还清就行。至于你欠我妈的那56万，你们自己商量。小舅怒吼：我哪有17万块？您的火锅店月流水30万左右，利润至少10万，3个月17万，不难吧？小舅瞪大了眼睛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虽然不管你家的事，但不代表我不清楚。去年你买了辆30万的宝马，今年过年又给志远买了1万多的游戏装备，这些钱哪来的？您心里有数。小舅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说不出话。我看向我妈，还有您，我的那9万块您也得还。我妈的嘴唇哆嗦着，我哪有钱？我哪有钱？您这些年的存款应该还有点，不够的话可以跟小舅一起凑，反正3个月之内我要看到钱，如果到时候还不上，我会直接起诉。说完，我起身准备离开，但我爸忽然叫住我。等等！只见我爸走到我面前，眼里全是复杂的情绪。儿子，你真要跟家里闹到这个地步？爸，不是我要闹，是他们欠了不该欠的钱。这些年您受的委屈还不够吗？他眼圈红了。可他们是你的亲人。我打断他，亲人会把我的学费拿去给别人买房，亲人会让你1个月3000块养活全家，自己却月光。亲人会在我发高烧的时候，为了省钱不让我去医院。我爸哭了，我妈忽然指着我吼：你够了！我是你妈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帮弟弟，那是我的姐弟情。我拿你的奖学金，那是为了帮你理财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这么对我？我冷笑一声，帮我理财，理到小舅的口袋里。那我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小舅做生意，将来赚了钱，还不是也有你的份？我不需要，我自己能挣钱，不需要靠他。我妈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我笑了。您确定是您养的我？我把话放这儿，3个月之内小舅还我17万，欠我妈的56万也得有个说法，到时候还不上，我直接起诉。至于姥姥姥爷，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孝，那就当没我这个外孙。说完，我拉走我爸，走，我送您回房间休息。我爸任由我拉着，就像个木偶一样。我妈想说什么，却被我一个眼神逼退了。把我爸安顿好，我回到客厅，小舅一家还没走，姥姥和姥爷也坐在那儿，脸色都不太好看。还有事吗？还有事吗？小舅忽然开口：林宇，咱们好好谈谈行吗？有什么好谈的？你看，我这些年确实欠了你妈不少钱，但你也知道，做生意不容易，哪能说还就还？所以你能不能宽限一下，比如分期还，或者……我打断他，或者什么？或者就别还了。小舅尴尬的笑了笑，不是不还，是真的一时拿不出来。那就卖房，你名下那套120平的房子，按现在的市价，至少值80万。小舅妈尖叫起来。那我们住哪儿？我平静地说，租房。我们这些年不就是租着房子过的吗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爸1个月3000的工资，要养活3口人，还能存钱。你们1个月收入好几万，怎么就存不下钱？小舅妈语塞了。我看向小舅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3个月之内我要看到钱，否则法院见。你真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？我笑了。绝？这些年你们做的事难道不绝？我爸为了省钱，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。你们呢？小舅妈的化妆品都是大牌子，志远的鞋都是限量款。凭什么我们家省吃俭用，供你们全家过好日子？小舅的脸涨得通红，却说不出话来反驳。这时，老爷忽然开口：林宇，你这么做不怕遭报应吗？林宇，你这么做不怕遭报应吗？我笑了。报应？老爷，您信因果报应的话，那您说说，这些年我爸遭的是什么报应？老爷一愣，他勤勤恳恳工作，省吃俭用持家，对您二老也孝顺，每次回老家都大包小包的买东西。可您二老呢？当着他的面嫌弃他赚钱少，背着他说他配不上我妈，逢年过节还要他一个人在厨房忙活，这就是您说的因果。老爷的脸红了。如果真有报应，那也该报应在那些欺负老实人的人身上，所以您二老好自为之。姥姥忽然哭了起来。我们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你妈好心帮弟弟，你就这么对他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姥姥，您跟我讲良心，那我问您，我发烧住院的时候您在干什么？姥姥愣住了。您在小舅家带孙子，我爸给您打电话说我病了，需要钱，您说什么来着？姥姥的脸白了。您说小门小户的，身体弱很正常，熬熬就过去了，然后让我爸别打扰你享天伦之乐。那时候我烧到40度，在医院抢救室躺着，我爸跪在地上求我妈拿钱，求您二老帮忙。结果呢，我妈说没钱，您说不方便，最后还是我爸把奶奶留给他的金戒指当了。
才凑够医药费。客厅里鸦雀无声，我看着姥姥通红的眼睛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所以您现在跟我讲良心，我觉得挺讽刺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我妈吼我：“你站住！你走了，你爸怎么办？你走了，你爸怎么办？”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她。您还记得您有个老公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您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些年您做了什么？您连12块钱都不舍得给他，却能一次性给小舅30几万买房。您觉得他还会跟您过下去吗？我妈愣住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准备好了，明天会送过来，您好好考虑，是和平分手还是对簿公堂。我妈被气得说不出话了，我没再理她，径直离开了。走出楼道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夜风很凉，吹在脸上却让人清醒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乔乔打来的，她声音温柔：“谈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我靠在车上，累，但也解脱了。那就好，回来吧，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我笑了，好，马上回去。挂了电话，我看了一眼楼上还亮着灯的窗户，那个曾经是家的地方，现在只剩下一堆烂账和无尽的纠葛，而我终于可以离开了。3个月后，小舅没有还钱，我直接起诉了他。法院传票送到小舅家那天，小舅妈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，说我六亲不认，说我白眼狼，说我会遭报应。我只回了一句：“法庭上见。”开庭前1周，我妈打来电话：“儿子，我们谈谈好不好？儿子，我们谈谈好不好？谈什么？你小舅那边真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你看能不能？能不能什么？免了？不可能。可他真的，他开着30万的车，住着80万的房子，儿子用着最新款的手机，您跟我说他拿不出钱，您觉得我会信吗？”我妈沉默了良久，她叹了口气：“那我的那部分，您欠我的9万，我也要。您的工资卡里应该还有点存款，不够的话可以找小舅借。”我怎么可能找他借？那就卖了您那辆车，10年的老桑塔纳，卖个2、3万不成问题。那是我开着上下班的车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您可以坐公交，我爸这些年不都是挤公交上下班的吗？”我妈又沉默了，我缓和了语气：“妈，我不是在为难您，我只是在要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这些钱本来就是我的，您拿走的时候有经过我同意吗？”我那时候觉得你还小，我打断他：“所以就能随便动我的钱。我5岁的时候，您告诉我别人的东西不能拿，现在我24岁了，我把这句话还给您。”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开庭那天，我拿出了所有证据，银行转账记录、我妈的日记，以及小舅亲口承认借钱的录音。那段录音是我春节回家时录的，当时小舅喝多了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大姐对我这么好，借我这么多钱，我记在心里，等我发财了，一定加倍还给她。”录音在法庭上播放时，小舅的脸都白了。他的律师想辩解，说这是酒后胡话，不能作为证据。但法官看了其他证据后，直接驳回了这个说法。银行转账记录清晰，时间、金额都对得上，日记里也有详细记载，而且被告在录音中明确承认了借款事实，这些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最终，法院判决小舅在1个月内归还本金73万，以及从借款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的利息，总计约85万。另外，我妈也要归还我的9万块，加上利息，共计10.2万。判决下来后，小舅瘫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像失了魂。小舅妈冲过来指着我骂，但被法警拦住了。我没理他们，转身就走。走出法院，我看到我爸站在门口，他瘦了很多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但眼神清明。爸，儿子，他看着我，眼里有心疼，也有欣慰。你赢了，这不是输赢，是讨回公道。他点点头，忽然笑了。爸昨天签了离婚协议。我愣了一下，他同意了。他净身出户。那他现在搬回你姥姥家了。他说想带走点家具，我都给他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的听着。这些年我一直想离开他，但爸总觉得为了你，我该忍着。现在你大了，我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爸，你应该早点这么做的。他叹了口气，是啊，早这么做，也许就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。我们站在法院门口，看着人来人往。我忽然说，爸，过几天跟我去护士吧，乔乔一直想见你。我爸愣了一下，这合适吗？我笑了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您是我爸，见自己儿媳妇天经地义。他点点头，好。而判决生效后，小舅开始变卖家产了。他先是把车卖了，30万的宝马开了3年，最后卖了18万，然后是房子，挂牌价80万，最后70万成交。但这些钱还完欠款后，就所剩无几了。于是他们家就发生了重大变故。小舅妈受不了这个落差，跟小舅离了婚，带着儿子回了娘家。小舅一个人租了个城中村的单间，开始跑滴滴维持生计。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，只见他开着一辆破旧的捷达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说话。我妈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搬回姥姥家后，姥姥天天在她耳边念叨，说她没用，把家败了，还连累了小舅。姥爷也看她不顺眼，动不动就拿拐杖敲地板，说她是扫把星。我妈渐渐沉默了，整天待在房间里，也不出门，像个行尸走肉。二姨来找过我一次，说我妈得了抑郁症，让我去看看她。我拒绝了。她是你妈？我入赘了，跟她没关系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狠心？我笑了。这些年他对我爸狠心的时候，您怎么不说？二姨无言以对。后来因为抑郁，我妈原本的工作丢了，只能找了份保姆的工作，1个月3000块，勉强维持生活。姥姥嫌她赚钱少，天天骂她，
说她连老公都养不住，还有什么用？我妈就这么忍着，一声不吭。我爸倒是过得越来越好了。离婚后，他辞了柜台的工作，用我给他的20万开了个花店。生意虽然不大，但他每天忙忙碌碌的，脸上总是带着笑。他环报了个健身班，每天清晨都去锻炼。我去花店看他时，都快认不出他了。只见他的短发染成了棕色，一身休闲装，整个人年轻了10岁。他笑着说，这些年活得太压抑，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。我提议带他去上海见乔乔，他虽然有些紧张，但还是点头同意了。第2天我们去了上海，乔乔对我爸特别好，带他参观了江景别墅，做了一桌他爱吃的菜。我爸哭了，说这是第1次被人这么对待。乔乔跟我爸聊了很多。临走那天，我爸拉着我的手说，我找了个好姑娘，让我好好对她。他还说要跟乔乔说的那样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看着他坐车离开，我知道他终于自由了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我们都会好好的。